穿越女强行灌我服下她提取的青霉素，导致我流产。我正要处置她时，却被夫君拦下。诗莹不是故意的，她只是想要你快点好起来。可诗莹毫无悔改之意，还在一旁嚷嚷着，都不到28周，只是个胚胎，又不算人。再说，那么容易就流产，说明胎儿本就不健康。大自然优胜劣汰，没了也好。夫君做事要捂她的嘴，却被她恼怒地逃开，一股锥心之痛涌上心头。这时突然响起一声，检测到幸福值降低，是否抹杀当前攻略者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愣住了，赵真伸手想为我擦去眼泪，被我躲开了。她眼底闪过一丝伤心。青瓷，你就原谅他吧。我的声音在抖。赵真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是你的孩子啊。她握住我的手，眼里也带着痛楚。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，我也难受。我死死抓住她的手。那你就这样放过他吗？啊，她无奈道。你高烧不退，眼看就有性命之忧。诗莹提取的青霉素虽然不纯，但也让你退了烧。是他救了你的性命，只是没有保住孩子。我们还年轻，以后还会有孩子的。我摇头，挣开他的手。不是的，大夫说了，我只要再喝几服药，熬过今晚就会好，根本不用他那个什么青霉素。赵真皱起眉头。青瓷，你们这落后的中医怎么跟我们21世纪的医疗比呢？他总这样嫌弃这里。他凭空出现说要救赎我。我堂堂相府千金，除了没有母亲，父亲冷漠了些，锦衣玉食何须救赎？可他却说他来自未来的新世界。我便将他留在身边，让他说说未来。慢慢的，我爱上了他描绘的世界，他却爱上了我，选择为我留在这个世界。我跪在父亲书房3天3夜，才让父亲同意我嫁给赵真。我们成婚那天，我问赵真后悔吗？毕竟那样好的新世界，若是我，定不会舍弃的。他握着我的手说，不后悔，因为你在啦，哪里就是我的新世界。可成婚不到1年，他的新世界就旧了，没了救赎任务，他闲下来，便觉得这里无聊透顶。我看他终日闷闷不乐，愧疚又害怕。愧疚他为我舍弃新世界，害怕他会抛下我离开。我也跟着闷闷不乐。嬷嬷劝我说生个孩子就好了，夫妻之间有了孩子，就有了寄托，也能留住夫君。我信了，一碗又一碗做胎药，喝到我呕吐不止。我却还是咬牙忍着反胃喝光。历经万苦，我终于怀上孩子，正想告诉赵真喜讯时，他却先带回来一个姑娘，和他一样的攻略者诗莹。他们一见如故，有说不完的话。我连唤了3声，赵真才想起我。青瓷，怎么了？我按下不安，告诉他我有孕了。他高兴地抱着我转圈，大声嚷嚷着要当爹了。可随后他只是吩咐人好好照顾我，转身就拉着诗莹去了书房，灯火亮了一夜。起初我是真的为他高兴，他能有个知己排解思乡之苦。我也喜欢听诗莹讲那些天花乱坠的东西，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们的话题我再也插不进嘴。诗莹看我，时常感叹，你们这时代的女子活得真像笼中鸟。起初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怜悯，再后来只剩下隐隐的反感。她总是在我与赵真独处时，屡屡以实验为由，将赵真叫走。我察觉到了那若有似无的针对。夜里，我靠在赵真怀里，轻声提了一句，施姑娘她似乎对我有些不满。赵真不以为然，诗莹是21世纪的人，没有你们这种尊卑之分，让你误会了吧。见我不信，她低头亲了亲我。你呀，就是孕期敏感了些，别胡思乱想，这段时间我多陪陪你，好不好？我蹙着眉，还想说什么，忽然腹中轻轻一动，我瞬间忘了所有不快，惊喜地抓住赵真的手。她动了。她连忙蹲下身，将耳朵紧紧贴在我隆起的腹部。她轻轻说道，小家伙，不许调皮，要当个乖孩子，让娘亲好好休息，知不知道？我看着这一幕，心软了。罢了，看在赵真的份上，我不与她计较。可我的退让，
却让诗莹越发嚣张。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击垮了我。赵真守在床边照顾我，熬得眼睛通红，也因此耽误了他和诗莹的实验。诗莹趁人不备，端着一碗浑浊的药汁闯入我的内室。你这是病毒感染，喝那些树根草皮没用的。他捏住我的下巴，直接将那碗带着霉味的药汁强行灌进我嘴里。床围间还残留着淡淡的血腥气。我闭上眼，不再看赵真，他竟带着一丝恳求。青瓷，看在我的份上，算了吧，我为你留在这里，无亲无故。诗莹，她是我唯一的朋友了。我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样，他总是知道怎么说才最能动摇我。见我神色松动，他起身，轻轻将我拥入怀中。他低头，温柔地吻去我的泪。别哭了，身子要紧。这段日子我会好好陪着你，哪儿都不去。他抱得那样紧，吻那样温柔，我一时沉溺，说不出反驳的话。他离去后，那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是否抹杀不合格的攻略者赵真？我慌忙摇头：不要。那是否抹杀攻略者诗莹？我愣住了，最后还是摇了摇头。我努力地找理由，他为了我留在这，已经很孤独了。若没了诗莹，他会难过的。那声音沉默一瞬，道：他在拖你。我听不懂。你说什么？他选择留下，那是他的决定。但他反复提起，心思不纯，就是想让你不断委曲求全。我似懂非懂，却仍固执道：可他终究是为了我才牺牲那么多。我委屈一下，也是应该的。那声音沉默更久了，久到我以为他消失了，才听到他说：你真善良。突如其来的夸赞让我下意识回道：谢谢。我似乎听到他的叹气。最后他告诉我，他是救赎我的系统，检测到我幸福值下降的厉害，才苏醒过来。他说，即便你现在不抹杀他，当你对攻略者赵真的爱意值彻底归零时，系统将执行自动抹杀程序。我心头一紧，不会的，我会一直爱着他的，即便他包庇了害死你孩子的凶手。我不知是想说服系统，还是说服自己。我低下头，反复说着：夫君，他太孤单了，孩子还会有的。系统不再回应我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赵真寸步不离地陪着我，喂我喝药，给我念话本，体贴入微。他再没提过诗莹。听说他将诗莹赶出府了，我以为一切都在变好。直到我生辰这天，赵真说要给我一个惊喜。我强撑着身子，装扮了一番，被他带到一座院子里，里面传出一阵清脆的笑声，那是诗莹的声音。他推开门，诗莹正摆弄着铜锅，抬头冲他笑道：赵真，你来啦。看到我时，却不情不愿地扯了下嘴角。他拿起一只碗，递过来：上次的事，是我不对，这碗番茄汤，算我给您赔罪。我看着那鲜红的汤汁，胃里一阵翻涌。我后退一步，只想离开，赵真却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低声说：青瓷，诗莹是特意来为你庆生的，向你赔罪的。事情都过去1个月了，你也该消气了，就当给我个面子，原谅他好吗？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。一个赘婿，哪来的面子？我指着诗莹，不可置信地看向赵真。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，我饶他一命，还不够吗？你还想让我跟他冰释前嫌，姐妹相称吗？啊！赵真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。青瓷，我不想看到我的夫人和我唯一的朋友老死不相往来。他甚至低声下气求我，就这一次，好不好？我狠狠甩开他的手。诗莹砰地放下碗。沈青瓷，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叉着腰，理直气壮。都说那就是一团肉块，跟你每个月来的月事没什么两样，怎么搞得跟我杀了人一样？明明是我用青霉素救了你的命，真是封建愚昧！一团肉块！我眼前发黑，几乎站不稳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厉声喝道：来人，给我拿下这个毒妇！就地杖毙！门外的侍卫应声而动。住手！
赵真猛地挡在诗莹身前，一声怒喝：“我看谁敢动他！”侍卫们瞬间停下，看向我，又看向他，犹豫不决。我曾怕伤赵真自尊，将府中人士调度之权，连同许多下人的生气都交予了他打理。如今侍卫也不敢违逆他。系统冷笑：“看吧，赘婿的硬气都是你惯出来的。”我难以置信地看着赵真：“你还要护着他？”赵真极其失望地看着我：“青瓷，你何时变得如此草菅人命了？”草菅人命！我看着他，气血翻涌。我若真草菅人命，他根本活不到现在。早在他害死我孩子那日，就该被乱棍打死。赵真浑身一震，他指着我，痛心道：“你果然还是这个封建社会养出来的女子，根本不懂什么叫人人平等。”说完，他拉着诗莹从我身边擦肩而过。诗莹在经过我时，眼神挑衅。我胸口一阵剧痛，眼前彻底黑了下去。再次醒来时，人在府里，床边只有贴身丫鬟。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脸色，低声说：“夫人，您醒了。姑爷他带着施姑娘去别院了。”她声音越来越低。姑爷他还说，若您不去认错，他就不回来了。我躺在冰冷的锦被里，浑身发冷。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：“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居然还爱着赵真？”我闭上眼，声音沙哑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没用？”“不会。”系统的声音听不出任何嘲讽。“我知道你一直是个柔善的女子。”我一愣，我以为你会骂我。为什么要骂你？因为我到现在还爱着赵真。你是受害者，做错事的是赵真和诗莹，该被骂的是他们。他顿了顿，语气开始温柔起来。爱上一个人需要时间，不爱一个人往往需要更多时间。这很正常，你无需苛责自己。我擦去眼泪，低声说：“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系统。”系统沉默了，再没回应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赵真带着诗莹在京城出尽了风头，一起出席了诗会，一首一首京世绝句引得众人惊叹，又弄出了什么肥皂低价出售，被百姓哄抢，甚至都对外宣称他能制造火药，引起皇家重视。这些都是赵真吩咐人传给我听的。大有我不认错，他就继续带着诗莹招摇过市。起初听到这些还会难过，后来竟都没什么感觉了。系统说我这是在抽离感情，我的爱一直在下降，只是降到10后就停滞了。系统问我：“你对他还有什么不舍吗？”我刚想开口，却被匆忙进来的嬷嬷打断：“小姐，相爷请您回府一趟。”父亲在书房写字，头也没抬。跪下。我依言跪下。书房只剩下狼毫划过宣纸的沙沙声。许久，父亲搁下笔，抬眼看我：“3年前，你也是跪在这里求我，让你嫁给赵真。”我没说话。他继续蘸墨，声音冰冷：“我当时告诫过你，攻略者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跟抛弃你的母亲一样，自私自利，虚伪至极。”我却抬头反驳道：“不一样，赵真跟娘亲不一样。”他的动作顿住，终于再次看向我。我直视着他：“娘亲是世间最好的娘亲，她没有抛弃我，恰恰相反，是我哭着求她走的。”父亲脸色铁青。我却站起了身，继续说道：“自私自利的是您，虚伪至极的也是您。是您当初用甜言蜜语哄骗娘亲留下，榨干了她带来的所有新奇点子，为您铺路搭桥。等她没了价值，您就将她锁在后院。”父亲勃然大怒：“你闭嘴！”他猛地抓起砚台，朝着我狠狠砸了过来。额角一阵剧痛，温热的液体逐渐模糊了视线，我却异常畅快。在醒来时，映入眼帘的是赵真通红的双眼。他握着我的手：“是不是我不来找你，你就永远不打算理我了？受伤了也不派人告诉我，你真是存心要让我心疼死吗？”我怔怔地看着他的眼睛，我想起身，却牵动了伤口，痛得倒吸了口气。“别动！”他立刻慌了，手忙脚乱地扶住我。“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？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见诗莹了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”我看着他，
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曾经说要救赎我的少年。夜里系统的声音响起，他一道歉，你就心软了。我轻声说，赵真的眼睛很纯粹，很亮，很像我记忆里的娘亲。系统沉默了一会，接着古怪地回道，那估计你要失望了，你去西院的小楼看看。他的话让我一愣，我忐忑不安地来到赵真专门用来做实验的小楼，还未走近，就听到诗莹的骂声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让我当外室？赵真压低声道，你小声点。诗莹的声音更加尖利，我凭什么小声？你不是说沈清慈那个蠢货什么都听你的吗？现在怎么连让我进府都做不到了？赵真拉着他的手，古人重名声，所有事还得从长计议，你先听我的话。诗莹一把甩开，我不管，平妻已经是我最大的底线了，要么你光明正大引我进去，要么就跟我回现代结婚。赵真嗤笑一声，回去做什么？他的声音陡然拔高，你看看这里，看看，在这里我们锦衣玉食，呼奴唤婢，出门有马车，进门有人跪拜伺候，在这里我们就是人上人，是主子。回去当社畜，住在城中村，挤着地铁，掏空6个钱包买房，1年就跌掉一个首付吗？诗莹看着他癫狂的样子，后退了半步。你发什么癫？这些是你的吗？你只是个赘婿。他却不以为然，笑着说，赘婿又怎样？沈清慈是个蠢女人，我说什么她都会信我。相府的一切迟早是我的，再加上你我联手，文理结合，天下都可能是我们的。我站在窗外，浑身冰冷。那个曾对我批判阶级压迫的赵真，原来他不是恨阶级压迫，他恨的是自己不是阶级。原来他留在这里也不是为了我，原来那双纯粹的眼睛也是装的。果然他跟娘亲不一样。我冷笑一声，走上前，原来你不是为了我留下来的呀。青瓷，你怎么在这？赵真脸色瞬间煞白，慌乱地扑过来想抓我的手。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猛地甩开他的触碰，我吐出3个字，和离吧。他几乎是吼出来的。青瓷，我们不能。诗莹听了却嚷嚷起来，和离就和离，看不起谁？他转向赵真，语气带着怂恿，既然都被发现了，干脆说开好了。赵真想阻止，已经晚了。诗莹扬起下巴，手刻意在威龙的小腹上摸了摸。我怀了赵真的孩子，已经3个月了。他看着我瞬间苍白的脸，得意地笑了笑。本来想着，反正你流产之后也很难再生育了，等我生下来，可以让你看看健康胚胎的样子。现在你要和离，那就算了。3个月，那正是我失去孩子，躺在病榻上痛不欲生的时候。赵真的脸色更白了。青瓷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惊慌地看着我，嘴唇哆嗦着。那次是我喝醉了，我把他当成了你，青瓷，你不能这么狠心。我为你留在这举目无亲的鬼地方，我只有你了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就这一次好不好？他还想上前，我后退一步，避开他的触碰，胃里一阵翻涌。别碰我，恶心！他僵在原地，诗莹却骂道：你骂谁恶心呢？这个时代男人3妻4妾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你自己生不了了，还想让赵真绝后吗？我看着他，只觉得荒谬透顶。我的声音发颤，你不是自称新时代的女子吗？怎么骨子里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还要不堪？3妻4妾，你怎么说得出口？多少女子用血泪前仆后继争取的平等，你是女子啊？诗莹嗤笑一声，满是不屑。什么平等不平等的，幼不幼稚？弱肉强食才是真理。你自己没本事守住男人，怪谁？赵真突然厉声打断他，够了！他转向我，盯着我。青瓷，你非要和离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最后一点犹豫也消散了。我重复道：和离。赵真梗着脖子，眼神开始变得阴鸷。好，和离就和离。他忽然笑了，
沈清慈，你别后悔，一个被我睡烂了的二手货，我看谁还敢要你。他挺直了腰板，仿佛又有了底气。不怕告诉你，我早就搭上了端王的路子。端王已经许诺我官职，离开了你，我照样混得风生水起。到时候你可别跪着回来求我。我看着他那张被利益熏得扭曲的脸，只觉得反胃。滚！当晚，他们的东西连同他们一起被扔出了府门。院墙外传来赵真和诗莹气急败坏的咒骂声。我的贴身丫鬟带着几个嬷嬷冲出去，指着他们的鼻子一顿痛骂，只把他们骂得灰头土脸，仓皇逃离。我看着赵真剩下的那些物件，只觉得多年感情真是喂了狗。他是什么时候变的？是这个时代腐蚀了他，还是他本性如此？别想了。系统的声音响起，人是会变的，以前只是诱惑不够，伪装的好，不要把渣男的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。我沉默着，没有回答。爱一直已确认归零。系统提示：是否立即执行抹杀？我问系统：抹杀就是让他死吗？是。我走到书案边，上面还放着一幅赵真早年间为我画的小像，画中人巧笑倩兮，眉眼间全是幸福。那就别抹杀了。为什么？你还是决定放过他？我摇了摇头。母亲说过，最痛苦的往往不是死亡。我轻轻卷起那幅画，投入一旁的炭盆。何况依律法，他此举也罪不至死。火光照映在我的脸上。系统，你能送他回去吗？回他来的那个世界。可以。系统停顿片刻，补充道。不过，没准送他回去会比死更难受。我看着画卷在火焰中化为灰烬。那就送他们回去吧。我好像听到系统笑声。他说赵真正与端王把酒言欢，许诺能献上改良军械的图纸。他准备在赵真最春风得意时将他送回现代。赵真在现代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毕业后找不到工作，就开始做自媒体，账号粉丝不足2000，赚的钱只够温饱，作息不规律，是猝死后才被系统送到这里做任务的。我微微蹙眉，你们系统挑选攻略者倒是不挑剔。系统无奈叹息，这年头日子好起来了，死亡率大幅下降，时空管理局又出新规，必须征得对方同意才能绑定穿越。像我们这种没网没空调的古代，优质攻略者都不愿来了。赵真的综合评分在当期攻略者里已算佼佼者。我怔了怔，回想起最初那个会为路边起而驻足，会因为看到不公平之事而愤慨的青年，确实也曾有过真心。只可惜他没能守住本心，终究被封建特权腐蚀了。是啊，我细细回想，其实早有端倪。他从最初对仆人服侍的抗拒不安，到后来的习以为常。母亲说过，这个时代是个吃人的时代，人分3、6、9等，甚至有些人不算人。原来那个赤诚的赵真，最终是被时代吃掉了。之前我想着，是不是没有诗莹，我和赵真会不会一直恩爱下去，做一对琴瑟和鸣的夫妻，一直白头到老。可心里却又有另外一个声音，那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我抬头看着四方的天，问系统，你当初为何要派人来救赎我？因为我检测到你的内心始终不快乐。我的心微微一颤，系统的声音轻了下来。你受你母亲影响，意识觉醒，能感知到这个世界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枷锁，却又无力挣脱。看着你在孤独、痛苦中挣扎，我想让你开心幸福，所以申请了攻略者来救赎你。是的，母亲离开后的那些年，我就像一个异类，无法全然融入贵女们的圈子，无法真心认同那些规训，灵魂仿佛被撕裂成2半，一半麻木地扮演着相府千金，另一半在无声的尖叫。而就在我快支撑不住时，赵真出现了。我轻声跟系统道谢，系统却对我道歉了。我以为他能给您幸福，却看错了人，让您最终还是受到了伤害。听到系统内疚的声音，一个念头在心底破土而出。我问系统，我一直在想，为何救赎我，
就一定是安排一个人来给我幸福。系统似乎愣住了，我的幸福为什么不能由我自己去争取？为什么一定要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的爱？系统罕见的没有立刻回应。救赎我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换一换？我走到镜前，看着里面那个珠围翠绕却眉眼沉寂的女子，我带着恳求，系统带我去新时代吧，我想去母亲说过的新时代，那个女子也能读书工作，能决定自己人生的时代。即便我是相府嫡女，锦衣玉食，仆从如云，可我不快乐。或许这个时代的女子本就难以快乐，太多的枷锁捆缚着我们。一句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就框死了女子的一生。我这一生几乎没有选择，父亲让我跪，我便只能跪。唯一一次反抗，竟是为了嫁给赵祯。我很普通，没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也没有颠覆时代的勇气。我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道，所以我才更加痛苦。所以来了一个赵祯，我便以为找到了同类，为了他第一次忤逆父亲。可是到头来我还是不快乐。系统沉默了许久，我会尽力去申请。之后几天，系统再未出现，直到一个午后，系统疲惫又兴奋的声音再次响起：申请通过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我的心猛地一跳。好，谢谢你。不过在离开前，我带你去看场好戏。系统的语气听起来很兴奋，听起来就像要做坏事一般。他指引我来到一座崭新的府邸前，朱门高墙，气派不凡，据说是端王赠送给赵祯的。系统带我无声息地进入内院，刚进院子，就听见里面传来瓷器碎裂的声响，接着响起诗莹的怒骂：赵祯，你什么意思？说好要娶我的这些狐妹子是怎么回事？只见庭院中，赵祯慵懒地靠坐在软榻上，3、4个身段妖娆的女子正围着他，有的为他捶腿，有的为他吃葡萄，还有一个几乎半躺在他怀里。他正低头嗅着怀中女子雪白的脖颈，与那女子调笑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懒懒抬眼，瞥向气得浑身发抖的诗莹。他语气轻佻：不是你说的吗？这个时代，男人3妻4妾很正常。再说，你怀着身子，又不能伺候我，难道要我憋上7、8个月？你混蛋！诗莹目眦欲裂，抓起手边的茶盏又要砸过去。渣男！骗子！赵祯脸色一沉，对旁边的侍卫使了个眼色，2个侍卫立刻上前，一左一右架住了诗莹。诗莹挣扎着，头发散乱。放开我！我是这府里的女主人。女主人？赵祯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哈哈大笑。诗莹，你还没搞清楚状况，这里是古代，是女人连大门都不能随意出的地方，还女主人？笑死我了！他笑够后，站起身，走到被制住的诗莹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。在这里是男人的天下，女人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罢了。我肯娶你，已经是看在老乡的份上，给你脸了。诗莹猛地抬头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赵祯，你这个吃软饭的骗子，你不得好死！赵祯捏着他的下巴，脸上戾气横生。我看你是真不知死活，念在你怀着我的种，我再忍你一次。你要是再撒泼，我把你卖进窑子里。诗莹像是被抽干了力气。你敢？赵祯笑了一声。你说我敢不敢？诗莹再也不敢说话，瘫软在地。赵祯重新躺了回去，享受着美人的服侍。他眯着眼，惬意得很。我缓缓走了出来。谁？等他看清是我，惊愕过后，一手揽着一个女子的腰，得意道：怎么后悔了？想来求我回去？他嗤笑一声。不过晚了，我已经把图纸献给了端王，只等端王将来继位，那宰相之位还不是我的囊中之物。他上下打量我，你若现在肯跪下来求我收你做个妾室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，保全你们相府免于满门抄斩之祸。我看着他那副嘴脸，忽然笑了出来。他皱起眉，像是看疯子一样看我。我止住笑。你这几年
在我面前装出那副纯良、追求平等的模样，辛不辛苦？他脸色微变，我语气平静。我以为你是被这个时代给腐蚀，原来你内里早就如此龌龊不堪。你……他猛地坐直，戾气浮现。来人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拿下！旁边的侍卫头领却面露难色。大人，这是相府千金，动不得。赵祯气得胸口起伏。我看着他，轻轻开口：赵祯，看着你现在这般得意，这般享受，我真为你高兴。他一愣，有些不明所以。我微微一笑：因为你呀，很快就要失去了。他眼神阴鸷：你什么意思？我迎着他的目光，笑着告诉他：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。你不是一直嫌弃这个时代吗？现在你可以回去了。系统将执行最终程序，将你遣返回归现代。不用谢我，谁叫我们夫妻一场呢？他不信，笑得前仰后合。遣返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沈清慈，你疯得不轻。我的任务早就完成了，系统早就消失了。你拿什么遣返我？就在这时，系统出现了。检测到绑定者沈清慈对攻略者赵祯爱意值已归0，持续低于安全阈值，最终判定救赎任务失败。依据条款启动遣返程序。赵祯的笑容僵在脸上。不可能，我的任务早就完成了，你们这是诈骗。协议第7页第3项附注条款，字体大小为7号，明确写明任务有效期为绑定者自然寿命终结，期间若爱意值归0，即视为任务失败。系统的声音毫无感情，但我却听出了一丝幸灾乐祸。赵祯气急败坏地跳脚：7号字，那么小谁看得清？你们这是欺诈，是霸王条款。系统不理会，直接开始遣返。遣返开始倒计时：60、59。不能这样！赵祯一把推开身边的女子，扑到我脚边。青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她仰着头，痛哭流涕。我就是一时糊涂，被这里的荣华富贵迷了眼。你看在我以前那么爱你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你不能因为我犯一次错就送我回去啊！我其实没有怎么伤害你啊。他像是想起什么，指着被侍卫压着的诗营。都是他的错，是这贱人勾引我，我只是被他害了。还有我们的孩子，是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，我这就杀了他给我们的孩子报仇。我现在就杀了他。被压在地上的诗营却疯狂地大笑起来。回去好啊，赵祯，你活该，叫你负我在现代等着你，我知道你的地址，我会带着我那吸血的妈妈、超雄的弟弟一起去找你的，你等着吧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们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他的身影在尖笑声中逐渐消失，赵祯脸上血色尽失，恐惧达到了顶点，他更用力地抱住我的腿，语无伦次地哀求：青瓷，你还记得我们的孩子吗？我其实都想好名字了，如果是男孩就叫沈安和，女孩就叫沈明嫣。我们以后还会有很多孩子的，我只跟你生，其他女人我都不要了。这些都是端王硬塞给我的，我跟他们都是逢场作戏，我就是想要你吃醋，我这就把他们都处理掉。他冲着侍卫嘶吼：来人，把这些女人都给我拖出去杖毙！系统告诫我，他现在悔过，从来都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他只是不想回去而已。我抬脚冷冷地甩开赵祯的手。你以为我不杀你是舍不得？他茫然又惊恐地看着我。我笑着说道：我只是觉得让你这样死了，惩罚太轻。对你这样的人，最好的惩罚是让你以为得到梦寐以求的一切，让你刚站上云端，就立刻把你狠狠地踹下去。赵祯脸上的哀求瞬间凝固，立马变成极致的怨毒，污言秽语从他口中喷涌而出。沈清慈，你这个臭！系统贴心地给我上了禁言。赵祯的骂声戛然而止，
只要说脏话就变成 B。他张着嘴，脸憋得通红，最后却还是不死心的疯狂咒骂。沈清慈，你高贵什么？你不就是投胎投的比我好吗？啊，你再厉害，你还不就是个女人，还不是得被我这个烂人睡？你……系统不想再听他骂我，就又给加上了禁言。赵真眼看骂不了我，就开始骂系统。垃圾系统，别人的系统都是带着宿主建功立业，称王称霸，大开后宫。你这个废物系统就知道谈恋爱，谈你妈的恋爱！垃圾，废物！系统面无表情地加快了倒计时，倒计时10、9，不，我不要回去！赵真连滚带爬地冲向屋内，扑向他那满箱的金银珠宝。我的，都是我的！他像个疯子一样，把金锭、玉佩拼命往怀里搂。这些都是我的，我不要回去做穷鬼，我不要！他的手臂开始变得透明，怀里的金子叮叮当当地掉下。不，不，我的金子，我的金子！他伸出半透明的手去抓，去捧，却什么也留不住。彻底消失前的最后一刻，只剩一声哀嚎：我不要回去！声音戛然而止，人影消散，只剩下满箱的金玉散落一地。我开始准备离开了，府里的人都给钱遣散了，卖身契也还给他们了。贴身丫鬟拉着我的袖子，哭着说：小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替她擦泪，笑了笑：去一个很远很好的地方。还回来吗？不回来了。她哭得更凶了。您走了，我们上哪儿再找您这么好的主子去？我拍了拍她的手，轻声说：那就不伺候人了，拿着钱去学门手艺，开个小铺子都行。以后你自己当自己的主子。她似懂非懂，只是抱着我，哭湿了我的肩头。安抚好她后，我去了相府。父亲听说赵真凭空消失，只冷哼一声：呵，他这不也抛弃你了？别又说是你让他走的。我没接话，只平静道：女儿今日是来拜别的。他这才真正看向我。我望着他，父亲虽不曾给过我多少温情，却也锦衣玉食地养大了我。我跪下，端端正正磕了3个头，起身欲走时，却被父亲拦下。你去哪里？父亲的声音竟有些慌了。我笑着说：去找娘亲。他喉头滚动了一下，想说什么，却最终什么都没说。我知道他对母亲又恨又爱，恨他不肯为他屈就，困于后院，又爱他那身他永远无法折损的傲骨。等他再开口时，我已经消失了，就跟母亲消失的那样，没有一句道别。此生再未相见，再睁眼已是另一个世界。车水马龙，霓虹闪烁，一切都新奇的让人目不暇接。系统指引着我，在一栋明亮的写字楼下，看到了那个魂牵梦萦的身影。母亲，她变化不大，一身利落西装，神采奕奕。我刚想上前，一个7、8岁的小男孩冲了过去，响亮地喊：妈咪！紧接着，一个气质温雅的男人自然地接过他手中的包，笑容和煦。我脚步定在原地，他已有新的家庭，圆满幸福。系统问：不上去相认？我摇摇头，知道娘亲过得很好就行了。我正想离开时，却听到母亲的声音：青瓷。我猛地回头，母亲死死盯着我的脸。下一秒，她不顾一切地冲过来，用力将我拥入怀中。青瓷，我的孩子，我是你娘亲啊！她的泪水滚烫，落在我的颈间。我懵了，声音发颤：娘亲，您怎么认出我的？你走时我才6岁。她捧着我的脸，指尖轻柔地擦去我的泪。傻孩子，哪有当娘的会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呢？只这一句，我便放声大哭。娘亲，我好想您，好想您啊！母亲带我回了家，面对有些拘谨的继父和弟弟，我忐忑不安。晚上，我悄悄对母亲说：娘亲，我会不会影响您？系统给我留了钱，我可以自己生活的，我已经长大了。她捏捏我的脸：
说什么傻话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。如果他容不下我的孩子，他顿了顿，挑眉，那我换一个老公就行了。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还能这样吗？他却已笑着拉我出去，正式介绍，老贺，小哲，这是青瓷，我的大女儿。那顿晚饭气氛意外的温馨，继父沉默却体贴，弟弟叽叽喳喳问个不停。饭后，母亲催我早点休息，明天开始可有的忙了。我疑惑，忙什么？他笑着说，上学呀。你年纪虽然大了些，但还是得读书，参加高考哦。赵真是在一阵恶臭中恢复意识的，腐烂的酸馊味，这气味他曾无比熟悉。他猛地睁开眼，发黄的天花板，四处逃窜的蟑螂。他回来了啊！他一拳狠狠砸在地上。为什么回来了啊？他抬视线对上一面脏兮兮的镜子，镜子里映出一张他几乎不认得的脸，油腻打绺的头发，满脸凹凸不平的痘坑，胡子拉碴，眼袋深重。他失控的尖叫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！又是一拳砸向镜子，哗啦，镜子碎片映出无数个狰狞的面孔，一群蟑螂被惊得飞快窜出，消失在杂物里。他穿越的时候选了一个顶流的完美样貌，面如冠玉，眸若星辰，那才是他。现在的丑逼不是自己，自己不长这样。他崩溃地瘫坐在地，手上的血滴滴答答。他疯狂地啃咬着指甲，思绪混乱。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啊！他喃喃自语，眼中布满血丝。我明明装得那么好，假装受不了就是戒，让他心疼，让他去求他那个宰相爹给我铺路，给我官位，还有诗营那个小镇做题家，随便哄哄就帮我搞发明，搭上端王。他猛地抱住头，怎么就回来了？我太急躁了，不该带诗营回来的，就该偷偷养在外面，稳住沈青瓷的。他试图安慰自己，眼神却越来越狂乱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就当是个游戏，失败了，独当重来就好。对，重来，只要我再死一次，说不定系统还会找我。可死这个字眼刚冒出来，他就怕了，怕这次死了，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他更用力地啃咬手指，血迹斑斑，浑然未觉。就在这时，砰砰砰，那扇锈迹斑斑的铁皮门被砸得哐哐作响。赵真吓得一个机灵，蜷缩着身体，颤声问：谁啊？门外传来一个甜腻的女声：赵真，开门呀，我带着你的孩子来找你了。是诗营。赵真脸色瞬间惨白，对着门口嘶喊：不，你找错人了，我不是赵真，我不认识你。他话音未落，一个粗嘎泼辣的中年女声响起：姓赵的瘪犊子，搞大我闺女肚子还想不认账？开门，赔钱，今天不拿出50万，老娘跟你没完。紧接着是一个年轻男子亢奋的吼叫：就是你欺负我姐啊！啊！开门，开门啊！伴随着更猛烈的踹门声：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门框上的灰尘簌簌落下，哐！铁皮门中央竟被硬生生砸出一个窟窿。赵真吓得魂飞魄散，本能地抬眼望去，透过那破洞，他看到了3双血红的眼睛，紧紧挤在洞口，死死地盯着他。洞口传来诗营的轻笑声：哈哈，找到你了。赵真僵在原地，动弹不得，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：他的报应来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